儿子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前一天，老公向我勾画未来美好愿景，说服我将名下资产公开转让给儿子。我同意了。当天签字盖章后，老公向我摊牌了：“你怎么这么蠢？我说疼儿子不疼女儿，你还真以为我是重男轻女呀？两个都是我的种，我为啥厚此薄彼？你都感觉不出来吗？”他嘲弄道。我没回答，只是笑了笑。他提出离婚，要带着儿子去和情人一家三口团聚。我毫不在乎地说：“我同意。”老公抱着瘦弱的男婴，害怕我不会偏爱对待，对我说：“妹妹在肚子里就抢了哥哥的营养，不是他重男轻女，是现在哥哥最需要妈妈的照顾。”我打断他：“你什么也不用说了，我会全心全意照顾儿子的，女儿就交给保姆带吧。”方景琛很激动，连声对我感谢，当即将我的病房升级转到豪华单人房。我全都配合，不反驳任何建议，以免引起她的警觉。很快，婆婆从外面闯进来，兴高采烈地喊道：“我们方家终于有后了，还是我儿子厉害呀，就是媳妇差了点，不然我能抱上2个孙子。”婆婆重男轻女的思想非常严重，一直催着我们生儿子。我和方景琛结婚才2个星期，婆婆就开始弄来各种生男孩的偏方给我喝。每次我跟她说这都是骗人的，对身体有害，不能喝，她却假装糊涂，说她母亲不容易，就盼着能有个孙子，让我忍一忍。这次她又是这样：“陈楠，妈想要2个孙子呢，那下次我们再努力。”婆婆看到孙子的样子，又斜眼瞥了眼那个大胖孙女，气愤极了：“陈楠，你是怎么照顾2个小孩的？明明从同一个肚子里爬出来，我的宝贝孙子这么瘦不拉几的，那个丫头片子竟然这么白白胖胖，你这个恶毒女人，有你怎么对待自己的儿子的吗？”婆婆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方景琛慌里慌张地拉到门口，小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从门缝中若有若无地飘出来：“妈，放心吧，孙子肯定会被照顾得好好的，总有一天我会给你送上一份精美礼物的。”我无声地笑了：“精美礼物吗？到时候你们不要绝望才行。”出了月子，我雇邻居大姐来照顾女儿。邻居说：“陈楠，你有奶水的话，妹妹也要喂，不能只光顾着喂哥哥呀。”邻居大姐看我只顾照顾儿子，不顾女儿的行为，过来批评说：“你这样可不行，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生男生女都一样，你自己不还是女人吗？”我不愿解释，借口说奶水不足，只够喂养一个哥哥，生下来就比妹妹要瘦弱。大姐便每日热心地烧好黄花菜炖猪蹄汤端给我喝。连着几日，我假装恶心吃不下后，大姐便也不折腾了，只是从此多照顾些妹妹。夜深人静时，我看着这2张无忧无虑的睡脸，思考良久，一个完美的计划在我脑海中渐渐酝酿成型。一段时间后，街坊邻居都知道了我重男轻女的做法，都对我的做法不理解。女儿难道不是他亲生的吗？要这么厚此薄彼？他思想怎么这么封建？现在不都是说有女宝的人家香吗？等着吧，长大了不得被他女儿怨死，真是搞不明白。邻居大姐过来劝我说：“是不是你婆婆一定要让你照顾好男娃，不要照顾女娃呀？你放心跟我说，真是她逼你的话，我就去跟妇联反映，让他们介入帮助你。你要知道，小孩子是会记仇的，早晚有一天，你女儿会不理你的。儿子不一定就是你以后的依靠，女儿也是很贴心的，所以儿子和女儿一定要同等对待啊。”我微笑着摇头：“姐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。”邻居大姐像看神经病的眼神看着我，对待我女儿更加怜爱了。后来这件事情通过大姐的嘴向周围传开了，各种说法都有。有人说我把脑子留在了几千年前，里面只留有封建残余；有人说我心里有疾病，只会媚男。当然，还有像我婆婆这样的人，觉得我这行为做得正确极了。丫头片子怎么敢跟男娃抢资源？不过，所有这一切我都不在乎。给孩子取名时，方景琛非常上心，
连趁我产假费尽心思争取来去管理公司的事情都舍得暂时放下，自己一个人窝在书房，翻了整整3天的字典，最后男孩叫方慧礼，女孩叫方莲慧。每天下班，方景琛都会把儿子抱在怀里，一口一个慧慧，低声呢喃，有时候叫着叫着就跟丢了魂一样，盯着空白的墙壁发呆。一切都被我尽收眼底，我假装毫不知情，脑海中的计划更加成熟了。慧礼在我精心照顾下，像名贵的花，风姿优雅，娇弱唯美；而莲慧在我有意无意的放任下，就像野草野蛮生长，充满生机力。到了上学的年龄，我每天风雨无阻地接送慧礼上下学，却让莲慧自己坐公交来回。就连开家长会，我也只参加慧礼的，从不参加莲慧。当知道慧礼和莲慧都是我一人生的后，一个个都很震惊，不理解。尤其是知道慧礼学习成绩优异，而莲慧学习成绩掉末尾后，议论声更大了。甚至有些家长都说到了我的面前，说哥哥成绩这么好，怎么就不想着帮着妹妹补习下？虽说5根手指各有长短，但也不能偏心成我那个样子。到时候女儿不认你，辛苦培养的儿子不养你，你可惨了。对此，我都一笑置之，不予理会。我对慧礼越来越用心，照顾的也越来越好。有一天，从来没对我有好脸色的婆婆破天荒地给我准备了一桌饭菜，就连方景琛都花大价钱给我买了一个包，说是我照顾的慧礼很好，这是给我的奖励。我说孩子也是我亲生的，这么见外干啥？婆婆连连说对对，倒是方景琛先怔了一下，随后才连忙跟着说对，是我太见外了。说完，他控制不住将脸转向另一侧，露出神秘得意的笑。我也笑了，笑在心里。方景琛，你一直以为我被你骗得团团转，全天下就你一个聪明人，却不知有人比你更聪明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间慧礼大学毕业，考入国外一所名牌大学继续深造。而莲慧大学毕业后，直接进入了我名下的公司，隐藏身份从一名普通的职员干起。这一切的安排，方景琛看了很是满意。慧礼以后是要接管公司的，就该去国外多学习管理企业的先进经验。莲慧就好好待在公司打打杂，为哥哥以后接管公司铺路就好了，是吗？谁给谁铺路还不一定呢。终于，慧礼要学成归来了。为了庆祝孩子学业有成，方景琛在全市最好的饭店订好了接风宴，还请了所有在公司上班的员工。莲慧也是公司一员，他好友得知此事后，为他愤愤不平。明明是同一个爹娘生养的，为什么对你和对你哥哥完全不一样的态度？你爸从来都不关心你就算了，连你妈都不照顾你。你看着好了，到时候你哥回来肯定是要直接接手你家公司的。而你呢，辛辛苦苦从普通员工做起，好不容易现在到了产品经理的职位，到时候公司还会容得下你吗？谁都不知道方总他们还有一位女儿。莲慧脸上露出了一副神秘自信的笑容，却并没有开口辩解。而方景琛在公司却是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。接风宴的消息在公司传开后，走到哪都有人恭维他。方总，您教子有方，孩子可真有学习天赋，成绩如此好，太给人长脸了。方总，您基因可真好呀。方总，您可算是后继有人了。接连几天的吹捧，让方景琛整个人飘飘然。晚上回家都忍不住在我面前哼着小曲，扭着舞步，整个人都散发出得意自信的光芒。我半夜醒来，发现他还没有睡觉，抱着手机在被窝里窃窃私语：“宝贝，你可太厉害了，只有你才能给我生出这么一位优秀的儿子。”我再次无声地笑了。一眨眼，到了接风的前一天晚上，方景琛难得晚上空出时间陪我好好聊天。你现在反正都属于半退休的状态了，而且公司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交给我代理的，现在儿子学成归来了，
要不干脆将公司全部交给儿子打理好了，我们自个可以过日子去了。他对着我勾勒了一幅退休后的美好生活愿景，什么带我开着房车去环游世界呀，每天不用上班吃吃喝喝，没钱了就等着儿子打钱就好了。总之，话里话外就是劝我提前将公司转交给儿子经营，并在接风宴上公开将名下所有财产转赠给儿子。我同意了。方景琛欣喜若狂：“陈楠，你放心，这些年不会让你白白付出的。明天我们要送你一份礼物。你们终于要按耐不住了吗？”我嘴角勾起：“哦，是吗？我们也有份礼物要送给你们，一定比你们的礼物更大更好。”方景琛听不懂我这话什么意思，他问我时我回答不及：“明天就能知道了。这么多年了，是时候让事实公开于众了。”第二天中午，接风宴正式开始，所有人都到齐了。参加宴席的都是跟我公司有商业往来合作的，还有公司里的所有员工，包括我的女儿也和同事坐在下方。方景琛意气风发地走向前台，拿起话筒：“今天是我们方家双喜临门的日子，感谢大家前来捧场。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精美礼物。”听说有礼物，台下的众人立刻兴奋起来了，整个场上的气氛都变得热闹起来。不过也有人感到疑惑，大声问：“方总，我们知道你儿子学有所成，今天是迎接博士回来，但这另一喜是什么？”“对呀，另一喜是什么？”其他人一听也纷纷附和问道。方景琛笑了笑：“这另一喜是请各位见证我们两代人的权力交接。惠理母亲准备将名下所有资产赠给他，作为他学业有成的礼物。我们现在请我的妻子陈氏集团的掌舵人陈楠女士上台宣布下，众人的目光一下子都看到了我的身上。我淡定地起身上台，接过方景琛手中的话筒：“大家好，今天请大家来，确实是想让大家见证我们陈氏集团第3代掌舵人的诞生。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换旧人，我们年纪大了，是时候将舞台让给年轻人了。”方景琛害怕夜长梦多，立马抢过话题，长话短说：“那让我们现在直接进入最后环节，签财产转让协议书吧。”看着我将最后一个字签好，盖好章，方景琛控制不住的哈哈大笑起来：“成了，我终于能摆脱你这个野蛮粗俗无比的女人了。我要和你离婚。”“行，我同意了。”“方景琛一下子愣住了，他没有想到我竟然这么淡定，还爽快地同意了。倒是台下众人被这一出变故弄得一愣一愣的。“方总，他们弄的这一出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看不懂了？方总是骗陈总财产了吗？不过他们儿子都是他俩亲生的，方总何必多此一举搞财产转让这一环节呢？”“就是呀，据说方总以前是入赘到陈家的，不过因为陈总很爱他，便让2个孩子都跟方姓顾全他的面子。现在看来嘛，陈总怕是一腔真心错付罗。2个孩子，不是说就一个儿子吗？另一个孩子都没有听说过。没听说过正常，要不是跟方总、陈总认识的早的老人和住他们边上的邻居，谁都不知道他们还有一个女儿。听说对待女儿连陌生人都不如，都不知道他们脑子是怎么想的啊！那陈总晚年可不得受苦了，手中没钱，老公又跟他离婚，儿子不知道好坏，反正正常来说，女儿肯定跟他关系不好的。好好的一副牌被打得稀巴烂，众人的议论纷纷，方景琛都听到了。他脸色微变，感觉面子上有点挂不住，拿起话筒找补道：“其实我和陈楠之间的感情早就没了。之前为了孩子，我们维持着表面的正常。如今孩子学成归来，我们选择离婚，其实对我俩来说是一种解脱。”说着，方景琛递给我了一个大大的信封：“陈楠，你拿着。这是给你的离婚补偿，是我这么多年靠自己工作积攒的100万。这就是你昨天说要给我的惊喜吗？”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说：“对，
我说过这么多年不会让你白白付出的。我把信封轻轻一推，不需要。你不会反悔不同意离婚了吧？方景琛急了，现在惠理也大了，你何必要一直拖着我呢？我们早散早解脱。对，早散早解脱。陈楠，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无声一笑，拿过他手里的话筒，是时候揭露事情的真相了。各位尊贵的来宾，我手头上有一段录像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看？这句话一出口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我，脸上露出了疑惑。我拿出了一盘保存了多年的录像带，通过现场设备投放到大屏幕上。画面中，一位男子抱着一位婴儿，鬼鬼祟祟地将其放进了原本只有一位婴儿的婴儿床里。婴儿床的旁边还站着一位穿着护士服的人，而抱着婴儿的男子正是方景琛。两人的对话非常清晰，这位男婴等下也登记到陈楠的名下，到时候对他就说是生了一对双胞胎。你放心，其他地方我都打点好了，你照做就行了。好的，方总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方景琛脸色煞白，呆愣住了。空气凝固几十秒后，大厅一阵哗然。天呀，方景琛怎么抱了个男婴当做陈总的孩子呀？该不会这个男婴是方景琛在外的私生子吧？那他刚才还一脸正气的让陈总将财产转移给他儿子，陈总不是为他人做嫁衣了？呸！整天人模人样的，竟没想到是这么有心机的人，这不是吃绝户吗？方景琛的脸由白变黄，又由黄变白。他突然把话筒从我手里抢过去，大声地对众人说：“其实我刚才都对众人说过了，我和陈楠根本就没什么感情。我们离婚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一种解脱。但是惠理是陈楠一手带大的，难道血缘关系就这么重要吗？不是陈楠亲生的就可以抹掉他们之间的母子感情了吗？再说了，陈楠又没有其他儿子了。”将自己的所有财产转赠给惠理也是应当的，以后惠理还能给他养老。我忍不住笑了，你这么激动干嘛？其实我早就知道惠理不是我亲生的了。方景琛被我的话愣住了。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抚养孩子，对他还比对莲慧更好？这句话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共鸣，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转向了我，哗然转为疑惑。这女人脑子是不是不正常呀？被绿了，还收留孽种，还对她比对自己的亲生女儿还好，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。她脑子应该被驴踢了吧？当她的女儿可真可悲，或者她有绿帽癖，就喜欢被绿的感觉，真的是太匪夷所思了。我没有理会众人的议论，不慌不忙，继续将私人侦探跟拍到的照片投影到了大屏幕上。一张又一张亲密又露骨的画面，无不印证了方景琛出轨的事实。惠理的生母应该也在现场吧？怎么你不请她出来说几句吗？我环视四周，最后将目光锁定在了最前面一桌一位身穿蓝色旗袍、一副温婉可人模样的女子身上。方景琛害怕我伤害她，连忙跑过去，紧紧将她护在身后。你想要干嘛？我和慧慧是真心相爱的，你不准伤害她。我看着那位女子，讪笑道：“怎么，你打算一直躲在方景琛身后？难道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”女子不肯出来，在方景琛身后假装镇定地说道：“我和景琛是真心相爱的，我们已经错过了几十年了，我们不想再错过了。”对，慧慧说的对，人生这么短，我们已经浪费太多时间了，我不能再辜负她了。方景琛一把将那位叫做慧慧的女子搂在怀里，对着她深情的告白：“啧，可真是情深意切啊！”我忍不住当即鼓掌起来。你真的没什么要对我说的吗？我盯着对方的眼睛说道。你究竟想干什么？女子整个人慌乱了起来。方景琛立马轻声安慰：“别怕，我在。”转头冲着我大声喊道：“陈楠，这件事和他没有关系，有事冲我来。你对他可真好呀。”我脸上露出难以琢磨的笑。可是你不想知道他对你好不好吗？哼，慧慧对我肯定好。这些年我们每天晚上都有交流的，慧慧对我是真爱。
我们都是彼此的唯一，好感人哦。每天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当然不知道，我每天等你睡着后再跟慧慧联系的，而你睡得跟头猪一样，真是愚蠢极了。我说什么信什么。方景琛得意地说道。这时大厅里不知是谁愤怒地骂了一声臭不要脸，马上得到回应。方景琛真是丢了我们男人的脸，明明靠着老婆发家，现在骗老婆转移了财产后，竟然一把将老婆踢开，自己带着情人和儿子一家团圆，真是斯文败类，人渣！大厅中谴责的声音越来越响，马上引起群情共愤。女子被这个阵势吓得瑟瑟发抖，方景琛紧紧搂住她：“慧慧，不要怕，有我在。”看样子，方景琛要显示他那稀少的作为男人的担当和责任。只见他傲娇地扫视全场，不要脸地大声说道：“那又怎么样呢？慧理是我和慧慧的爱情结晶，如今慧理已经博士毕业了，又顺利地继承了陈南名下的所有资产，我们一家三口终于能够团圆了。我活到这个岁数了，我也终于明白了名和利不算什么，爱情才是最重要的。只要我们一家三口能够生活在一起，其他都无所谓，大不了我们变卖所有资产去另一个城市生活。”大厅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。这个男人说的不错，美人在怀，儿子有出息，卷了财富一走了之，还是人生赢家呀。不过他和陈总不是还有一个女儿吗？他不会连女儿都不要了吧？一道疑惑的声音清楚在大厅里响起。女儿？哼，要不是当年我将慧理抱回家养，女儿能不能在身边平安长大还是另一回事呢？方景琛一脸鄙夷地说道，丝毫不考虑连慧在现场听到后会有什么反应。说得对，我们方家没有女儿，只有儿子。大厅内另一处门口响起一道女人的声音：“是我的婆婆。”只见婆婆走到方景琛身边，上下打量了下他怀里的女人。长得不错，要脸蛋有脸蛋，要身材有身边，不愧是我们会里的亲生娘亲。儿子，你早就该和我说了，要知道一开始陈南就没有生下儿子，我早就让你和他离婚了，何必看他脸色看了这么多年，而且还让你们一家三口生生分离，让我大孙子从小就没有娘，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吗？我太开心了！众人一片唏嘘，这老太太怎么一点良心都不讲？他们方家怎么起家的都不知道吗？不说这些家底是不是从陈家拿过来的，就是作为女人，就不能换位想一下儿媳妇的感受吗？真是太没良心了！一大把年纪算是白活了，总有一天会遭报应的。婆婆听了众人的话，不以为意，见我在一旁，理所当然地开口道：“我当初买了那么多生男孩的偏方给你喝，你还跟景琛去抱怨不愿喝。后来有了慧理，我还以为喝了这么多偏方，你肚子总算是争气了点，原来还是这么不争气呀！真是一点用都没有，你都不配当女人。还是我儿子眼光好，一眼就挑中了能生男娃的女人。你识趣点，早点跟我儿子离婚了，我们还会给你点补偿，不然你也没好果子吃。”哈哈哈！我大笑起来，我真是太开心了，今天是我这么多年来最开心的一天。众人被我的反应弄得莫名其妙，所有人的脸上都是一种看我是神经病的表情。这女人不会是疯了吧？换我也得疯。一心培养长大的儿子竟不是亲生的，丈夫又出轨了，财产全部被转移了，而唯一亲生的女儿却从小被他无视，估计感情也不好吧，真是众叛亲离呀！所有人都想探究事情真相，屏住呼吸，纷纷盯着我的嘴巴。我一字一顿，语气虽轻，却像子弹一样向众人射去。可惜，很遗憾，慧理不是你的亲生孙子，他和你们方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你说什么？慧理不是我的亲孙子？婆婆愣住了，转脸看向方景琛，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清楚。方景琛笑了，妈，你还不明白吗？陈南他就是不想跟我离婚，所以瞎编乱造的。婆婆恍然大悟，轻笑道：“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好受，但这已经是既定事实了。
你不接受也没有办法，我会让景琛多分你点钱，够你养老的。你也不要挣扎了。众人听了纷纷摇头，真傻呀，帮别人养孩子，还重男轻女，要是不知道就算了，可明知道为啥要这样干呀？真是让人无语。现在说风凉话有啥用呀？早干嘛去了。我淡定地站在一旁，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变化。既然口说无凭，那大家听下这段录音吧。我按了播放键，一段清晰的对话在大厅里响起。慧慧，你跟我一起去国外吧，我们从头开始。可是我已经怀了我们的小孩了，去国外我们拿什么养活他呀？这可是我们爱情的结晶呀！我舍不得委屈他，那你一人在国内也养活不了他呀。你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会有人帮我们养孩子的。他肯定会将他照顾得很好。如果以后他长大了，有出息了，有能力供养我们的话，我们再去将他认回来。对话戛然而止，在场的所有人都纷纷将目光看向方景琛，想看他会如何应对。方景琛慌了，他看向怀中的女人，想从她口中得到肯定的答案。女人支支吾吾，心怀侥幸，最终开口说道：“景琛，慧丽是你的儿子，你相信我。”这对话肯定是人工合成的，他就是想离间我们之间的感情。对，慧慧，我相信你，他肯定就是挑拨离间的。如果没有看到方景琛那微微颤抖的双手，我还真以为他们情比金坚。看来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。吴小慧，京城人，高中后辍学，先后在宾馆、酒吧、KTV 等当过前台、陪酒小姐。她所赚的钱全部交给她当时的男友，也就是慧丽的亲生父亲，供她上学读书。一次意外，吴小慧怀孕了，而那时她男友正好得罪了有权有势的人，不得已只能逃到国外避祸。吴小慧深知他们两人去国外没有办法养活小孩，便想办法找了一位背锅侠。呵，很不幸，方景琛你就是那位背锅侠。够了，我不信慧慧是爱我的。陈楠，你说的再多，我也不可能和你再在一起的。这个婚离定了，反正你现在财产全部转让给慧丽了，你也没办法再掀起什么浪了。方景琛恼羞成怒地说：“是吗？”方景琛看我一脸镇定的样子，慌了。难道你还有什么反转的能力吗？这不可能的，方景琛，你太过于自信了。你一直认为我被你玩弄在股掌之间，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反抗你。我都知道了这么多你想隐瞒的事实，你怎么就能认为财产转让协议书我会就这么简单的签了吗？方景琛立马找出财产转让协议书，一条一条仔细翻看。不可能，这每一条每一款我都仔细校对过的，不可能出现纰漏的。你也没有机会调换它。啧，看你这副样子，我都于心不忍。你还记得协议书上有条转让的前提条件吗？方慧丽必须是我们双方或者一方的亲生儿子，本协议才能生效。可惜了，他并不是。我从随身带的包里拿出了一张亲子鉴定书，递给了方景琛。轻飘飘的一张纸，却像一座大山般将方景琛压垮了。他瘫坐在地上，死死地盯着经过对样本的 DNA 分析，排除存在侵权关系，即被鉴定人之间不存在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那段话，整个人像淹了一样，一下子失去了战斗力。吴小慧看情况不对，拿着自身的包包，正准备偷偷地溜走，却不想被婆婆一把揪住了头发，左右开弓，将其死死按在地上打。你这个骚娘们，让你勾引我儿子，还竟然骗我儿子为你白白养野种。你这么会勾引，你怎么不把自己卖了养孩子？勾谁不好，偏要勾引我儿子，破坏我儿子和儿媳的家庭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打人途中，婆婆竟还冲我讨好的笑了笑。楠，你看妈替你打了这个不要脸的骚狐狸，你就不要生气了。男人嘛，总有犯错的时候。而且你和景琛毕竟还有一位女儿呢，这半路夫妻哪有原配的好？你就原谅他吧，不要离婚了。在场的众人都被婆婆的无耻惊到了，
这老太太脸堪比城墙厚呀，这能屈能伸的本领用到其他地方，不得成就一番伟业。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呀。陈总该不会心软又重新接受方景琛了吧？不会吧？这男人都这么渣了，说不定哦。不然陈总为什么明知道儿子不是亲生的，还亲力亲为照顾？我可是听说他的女儿从小都是由保姆带的，顶级恋爱脑的想法，常人理解不了的。众人的话给方景琛说自信了，他又抬起他那高傲的头颅，从容地从地上站起来，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，自信地开口说道：“陈楠，我知道你舍不得跟我离婚，我同意了。为了我们的女儿，我不跟你离婚了。至于慧慧，就当是一个插曲，就这么过了吧。”呵，我简直被方景琛的无耻和理所当然气笑了。他到底哪来的脸，觉得发生这么多的事后，我还跟以前一样跟他在一起？再说了，你怎么有脸提女儿？女儿从出生到现在，你有抱过她一次，还是说有给她买过一件礼物？你知道她生日是什么时候吗？你了解过她喜欢吃什么，不喜欢吃什么吗？一连串的提问将方景琛问住了。呆愣了几秒钟后，他仍然嘴硬地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搞得好像你知道一样。你不是也从小不管他吗？我知道，他是农历10月初一生的，他爱吃草莓、土豆，讨厌吃芹菜。他的每一个生日，我都没有错过，他的每一个重要时刻，我都在场见证了。但我仍然觉得愧对他，要不是因为你们，我可以光明正大的为他庆祝每一个人生中的重要时刻，而不是像现在一样，他就算在公司上班，我都不能去看他。我的莲慧是多么的贴心懂事，自他10岁生日，我跟他讲了所有的事情后，他就原谅我小时候对他明面上的忽视，安慰我，配合我，只希望我能在这段畸形的婚姻中得到些许的安慰。你说这个情况下，我怎么可能会原谅你？我控制不住地对着方景琛咆哮道。莲慧看我情况不对，穿过人群冲出来抱着我，安慰我：“妈，没事了，马上就过去了。”我收敛了情绪，拍了拍她的手：“妈，没事，我是高兴自己今天终于能够重获新生。”方景琛看到莲慧过来，想要拉住莲慧，手一把被我不客气地打掉。你离莲慧远点，你的父爱从前就没有，以后就更加不需要了。陈楠，你总是这么霸道，需不需要你有问过莲慧的意思吗？莲慧，爸爸其实是爱你的，只不过……停，方总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，我只有妈没有爸。方莲慧语气冰冷地说：“哎，你这个臭丫头，怎么跟你爸说话的？你爸都跟你递台阶了，你还不知道下？怪不得从小没长背疼。”婆婆气呼呼地指着莲慧骂道：“妈！”方景琛一把拉住婆婆，不让她再说下去了。陈楠，你说你对我没感情了，我不相信，不然你怎么解释？你明知道了慧丽不是你亲生的，你却对她比对莲慧要好。行，今天让你做一个明白鬼。吴小慧前男友是我姨婆唯一的儿子，你什么时候还有个姨婆？你当然不知道，毕竟自从你跟我结婚后，你特别害怕别人说你是赘婿，嘲笑你，连带着我家那边的亲戚都不乐意见。听到赘婿2字，方景琛的脸色明显变难看了。我可不管，直接说道：“姨婆从小对我很好，小时候还救过我的命，我对她就像对我爸妈一样。可惜，这么好的姨婆却有个不成器的儿子。我那个表哥整天溜鸡斗狗，乱交女朋友，还骗他们的钱。吴小慧就是其中一个被骗的女孩子。后来因为抢女人，表哥被有钱有势的公子哥打击报复，无奈之下只能逃到国外。而我也是姨婆找我帮忙调查时，才发现慧丽竟然是表哥的儿子，也是姨婆唯一的后代。为了报答姨婆的恩情，我这才当作亲生儿子对待的。不可能，秦哥不可能会骗我，他是真心爱我的。我怜悯地看着眼前头发凌乱，脸上带着显明巴掌印的女子，你爱信不信吧？呜呜呜！他心里其实清楚我没有必要骗他，
但一时接受不了，直接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一点不见刚开始见到的那副温婉可人的模样了。我不信，我不信你一点都不爱我！方景琛无法接受，上前想要来拉我，婆婆也在一旁帮腔。我连忙带着莲慧退后几步，保安将他们给我拦住。看着几米之外被控制住的三人，我直接开口道：“方景琛，你净身出户，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好字吧。看在夫妻一场，我就不再追究你其他的事情。”见我态度强硬，方景琛深知自己所做的事会带来的后果，只能无奈地签了字。我心情大好，带着女儿上台，大声宣布：感谢今天的各位来宾，见证我们陈家的2件喜事：一是庆祝我重获得单身，二是庆祝我女儿陈莲慧接班，成为我们陈氏集团的新一届掌舵人。等下我们陈氏将为各位来宾送上一份大礼。好，全场所有人都站立鼓掌。